Guten Morgen， 今天是6月的第12天，我们现在在等电车，准备前往机场的路上。那这一次的目的地呢，是我们要去意大利。6月12号到14号，我们都会在罗马。我们今天大概10点我们就到罗马了，我们就会借由12号跟13号这2天去参观一下古罗马遗迹啊，一些著名的历史景点。那14号早上10点，我们就会搭飞机去Sardinia。著名的果冻海啊，还有一些跳岛行程跟潜水行程，我都超级期待的。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潜水了。沙丁岛真的是我很久以前就很想去的一个地方，终于今年要梦想成真了，我真的超级兴奋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在登机口准备要登机了。那我们这次搭的航空是 Ryanair。那飞行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45分钟左右。Ryanair 是我们首次搭 Ryanair， 我们准备要出发啦，要起飞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平安抵达罗马了，准备要搭车前往市中心火车站，然后再去参观景点。罗马现在天气很好，那目前的罗马是长什么样子？我们现在在火车站，中央火车站附近。我们现在要搭75号公车到罗马竞技场，他在附近先吃饭，肚子好饿哦。真的好热哦，跟台湾的那种闷热感超像的，超不舒服。罗马的街头，吃饭去，好开心！而且每一餐都要来吃意大利面。终于吃饭了，意大利面、鲑鱼、披萨，开动！我现在到了罗马的住宿地点了，看一下它的电梯。我刚才想说，奇怪，怎么没有电梯啊？超酷的啦！它在关。哇，好挤哦！这种有特色的。但如果它没在保养，就很危险。跟大家前往罗马竞技场了，我们已经买了1天的套票，它是有包含竞技场啊，还有古罗马遗迹的一个广场，跟我有点忘记是什么了，应该是神殿。等一下再带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已经到了罗马竞技场啦，后面就是超级壮观的。我刚刚什么录影录到一半突然暂停了，因为刚刚有人在那边跟我们说你好。好，大家记得在国外遇到人家突然跟你说你好，如果你看到有那种很不友善态度或是嬉笑的态度跟你说你好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直接呛他就对了。我们之前就遇到过罗马的凯旋门，然后这个就是罗马竞技场啦。现场看真的超壮观的。我们现在在入口处要进去了。已经进来竞技场里面了，好兴奋！还会有一个类似小的要安检，就是包包放进去，走人走过去，其实就 OK 了。眼前的罗马竞技场建于西元1世纪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圆形剧场，能容纳超过5万名观众。它不只是个娱乐场所，更像是展现帝国力量的舞台。比赛当天，市民能免费入场，甚至得到食物。这些活动背后呢，其实是皇帝巩固民心的手段。在这里上演的角斗比赛极为血腥，参赛的多是奴隶、罪犯或是战俘。有些人则是自愿参加，希望透过胜利换取名声与自由。除了人与人对战，还会有野兽加入，让比赛更残酷。地下复杂的通道与升降机正是用来安置并运送动物与角斗士，甚至有记载说场地曾经注水，用来模拟海战。如今虽然只剩下断裂的墙壁与石阶，但置身其中，依旧能想象当年的喧嚣与震撼。
走出竞技场，我们来到一旁的帕拉蒂诺山，这里被视为罗马的起点。传说中，罗慕路斯就在这里建立了城市。随着帝国发展，这里成了皇帝和贵族的高级住宅区。整座山几乎都被宫殿覆盖，像奥古斯都皇帝的宫殿就选在这里。后来还有其他皇帝不断扩建，形成一个庞大的皇宫群。现在走在遗迹之间，仍然能看到残存的柱子、庭院和大厅的基座，甚至还有一片长形的场地，被认为是皇帝用来散步或举办小型运动比赛的地方。从山上往下看，整个罗马广场就在脚下。当年这里是政治、宗教和商业的中心，而山上呢，则是掌握一切的权力象征。帕拉蒂诺山同时代表了传说、历史和帝国荣耀。走在这里，不只是看遗迹，而是能实际感受到古罗马留下的规模与气魄。罗马的水是全世界最好喝的水，超级香甜啊！有比台湾的好喝。我觉得台湾的还是比较好喝。现在太热了，什么样都好喝。请问有鸟类达人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鸟吗？后面那只一直在叫的，这只一直靠近我，超可爱的。Hello， 它超可爱的啦，一直过来找我，它很喜欢我。那只一直叫什么样啊？我们现在在罗马的一家超市，也不知道叫什么，看不懂，因为在吃比较贵吧，所以就是买一些简单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的，然后剩下有几餐比较正餐的，我们再在外面吃。其实意大利的物价跟维也纳差不了多少，超市的物价没有差很多，但是当地的物价，意大利便宜一点点而已。6月的第13天，现在是罗马的下午2点钟。我们等一下要去广场啊，还有喷泉看看，因为我们已经把罗马著名的历史遗迹看完了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 hotel 啊，是在 Booking 上面点的。现在罗马温度是35度，我们连续2天都没有冷气，明天还要有一天。我们真的快热死了，跟房东反映都没有要处理的意思，我真的超级生气。35度，我们甚至连一个电风扇都没有，整个人热到我们不断流汗，晚上都睡不好，真的是一个在罗马很糟的一个住宿体验。我觉得整体的环境还算可以，而且网络上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很脏，可是我目前住下来啊，还有整体感觉都是蛮好，除了真的是太热这一块，然后房东联络不到人啊，但是其实它整体还不错。这个就是一个 share house。外面是一个公共的区域空间，那房间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啊，就是厕所啊跟一个，为什么你关门？我在 room tour， 然后你关门。风出啊。最好是简单的一个房间跟一个那么乱，不要拍啊。小小的厕所这样子。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现在在意大利的一间手工意大利面餐厅。这家听说就是网络上很有名，那我们其实原本也没有想来吃这家，只是我们就要去一个广场去逛逛，结果我们一下车的时候发现肚子太饿，我们就先在路上随便找了一间，结果就找到一个这个手工意大利面餐厅，结果我们等了1个多小时，餐点现在才上。他点了一个焗烤，我点了一个意大利面，真的很好吃。我必须说这个等下去吃的，其实如果真的很饿的话，不建议等。但是它真的很好吃，我是点白酱，还有起司味啊，还有它的那个面条都跟外面的意大利面不太一样。它意大利面大概17欧左右。我现在在万圣店旁边，刚好看到了一家很可爱的小店面，然后卖了很多一些小物给大家看一下。保温瓶哦，可以看看哦。很多什么东西都有，旅行的东西这边也有。
我现在人在万圣殿的前方，那大家看一下，后面的这个就是万圣殿。那我们其实就没有要上去了，因为好像没有特别吸引我的点，我觉得跟维也纳有点像，它的外观跟大英博物馆的建筑外侧建筑也蛮像的。我听说是里面是蛮壮观的啦，但是有那个圆顶，但是我们就没有上去了。我们等一下要前往西班牙广场跟晚上的喷泉，要拍漂亮的照片。我们现在去那个广场的路上，发现了一家很酷的小店，它有卖很多皮件啊，然后还有这种很欧洲、很古老的笔记本，而且价格不贵哦，大家可以来看看。很漂亮，而且它还有这个蜡烛的这个会很漂亮。对，是皮带。他们这个皮带啊，我刚刚问的是100%真皮的，这个黑色的不是黑色，是我们自己的，才卖38欧，我很推荐大家来看看。整店都是那个，真的是一个真皮的味道，价格真的不贵，然后也有卖一种小包包啊之类的。这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家店，好，推荐大家来看哦。就是这一家店，结果我们买了一个笔记本，我有打印，加一个皮质的书签。他买了一个small card holder belt 皮的皮带。然后它花费是应该有快80欧。看这个背景有没有很熟悉？我看 Uniqlo， 我原本一直以为觉得欧洲是没有 Uniqlo 的，我就大概知道是英国有，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意大利也有，好开心，我要去试穿了。我现在在喷泉广场这边，给大家看到这边的人潮，简直比跨年还多。不讲我还以为有明星在那里。我们现在要想办法下去喷泉那边。给大家看一下现场人潮有多多，我们刚刚排很久，终于排进去拍。所以如果大家要来拍照的话，你只要下来这个广场，你就可以赶快去前面那个喷水池卡位。如果卡不到，你也可以是在它这个下面的广场的阶梯上拍照，也很漂亮。它这个是有阶梯这样下去的，下去喷水池，你就可以坐在这个阶梯上。其实这样拍过去也蛮好看，而且也可以拍到更高。我是两边都有拍啦。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我们必须要透气一下。休息一下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去超市买一些水果吃了。不知道等一下还有没有开，因为现在已经接近9点了。很可惜的是，他说今天没有灯光秀。如果有灯光秀的话，一定会更漂亮的。但没关系，有机会再来吧。但应该是不会来了，因为人太多了。我现在在意大利的家乐福，这真的是家乐福哦，上面就写那个家乐福的那个牌子，好熟悉的感觉哦。Buongiorno， 今天是意大利6月份的第14天，我们现在要飞往萨丁尼亚岛。等一下，可能坐公车吧，到我们住宿的那个地方需要3个小时到4个小时左右。我们今天住的是露营拖车，一个很特别的体验，里面有自己的厨房啊之类的。超喜欢坐联航的时候这样登机的，我比起空桥更喜欢走这种。我现在登机了，我这次超级幸运，我是 Rent and Safe， 结果我坐到了 EA， 空间超大，而且也是在窗边，好久没有坐窗边了，可以看一下那个风景。那我们这次的飞行时间是1个小时左右，所以我们大概会是11点到萨丁尼亚。我们现在在机场，是一个美食区的样子，中餐区就在那一个区块，然后你可以去选你要吃的，拿了那个 tray 就可以来这边结账了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中餐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中途转站，准备要前往我们去的那个地方，叫什么 Cala 什么的 GO。结果我们一下车都不知道到底在哪里转车，问了司机，他们也不太会说英文，就跟着大家。其他旅客一起在这边等。从机场
就是它会开到这个地方，一个叫做什么 SISI， 我都会把那张纸贴在上面给大家看。告示牌、公车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那时候问大家也都不知道，就这样一直在等，然后现在终于公车来了，已经抵达 Sardinia。那我们现在正在那个超市买一些东西回去煮。我们住宿的地方可以开火，然后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，因为好饿了。换好妆了，准备要下水了。那我的 Aspro 也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在充电中，等下就换这一台拍摄喽。下水去。我们现在下水完了，那就是回来煮饭。我这次住的是那种露营车，还有自己的厨房跟自己的卫浴。但卫浴的话是在外面，但是个人的，而且还蛮现代化的。我还蛮喜欢这边的氛围，而且真的是外面的 vibe 都很好。明天早上也是自己煮，那我觉得自己煮就是省了很多，加上吃比较健康。我觉得欧洲人真的是吃太咸了。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晚餐吃什么。在 Sardinia 第一天的晚餐，还有一个高丽菜，等一下要炒。明天一大早就要出门，8点就要集合了。明天要去跳岛，好啦，明天果冻海见喽！今天是 Sardinia 岛的第2天，昨天算是搭车来，还有快速下潜，我们就结束了。然后今天就是要跳岛行程喽。今天我们要去超美、全世界最美的果冻海，我超级兴奋，等了好几年，终于等到今天了。准备出船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船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对啊。你刚刚不是没拿？那我去捡。那你要抓着吗？你要上来吗？我的呼吸管刚刚跳的时候掉下去了，现在在那里见不到了，太深了，没有那个水费，光是更不敢下。哇，这里是它下面的灯超漂亮，就是那个水是有点在发光，给大家看。
一下为什么我现在停在这，但是没有下水。因为刚刚我从这边这样跳下去的时候，我是带着面巾跟呼吸管嘛，结果一跳下去发现，干，我呼吸管直接沉到海底里面，我就有点紧张了。他们就赶快帮我拉起来。他们说要游到后面的梯子，但是我游不过去，我就是已经慌掉了。因为我第一次就是什么装备都没带就下水了，之前都是船潜啊，这样跳下去 ，BCD 什么都有。我们现在在全世界最美的海滩，意大利文应该叫做 Carrara。大家看到这边到底多漂亮！底下这边就是果冻海边，然后还有很多的沙丁鱼，在岸边其实就可以看到。常常要出发下一个地方了。我们现在到了另外一个海滩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。就这边居然有牛，是怎么样？这里超酷的啦！我们会在这边停2个小时。这个是在海边哦，我们现在是在岸边，正要走去有一个小小的餐厅，就是有点像是海跟山，整个把它结合起来，超级漂亮的，真的是用相机拍不出来它实体到底多漂亮。看一下这边的流浪猫长这么高级，昨天还看到暹罗猫，超会撒娇的，超小一只的啦。我们家的都是大胖子，超会撒娇的，你看它趴人家，屁股这样翘翘的。我们在去 tour 的路上遇到了一对很可爱的情侣，他们来自当地 Paula and Thomas。他们刚刚就是请我们吃这边的很有名的一个餐点，他们人超友善的，是来自意大利当地 Sardinia 当地的人。今天是晚上的快8点了，那简单煮几样晚餐，但今天的新的重点呢，就是我们现在潜水完真的好累，我们一回到家，我们就赶快去换洗，然后因为今天一直泡水嘛，所以我整个头发都打结了，就去买了一个护发霜，累死了，一大早6点就起来弄早餐，晚餐是牛排跟早上没吃完的面包，还有花椰菜，这个跳岛算是还蛮满意的啦，个人是90欧，我觉得还算蛮值得的。跳了去3个海滩，还有中间停顿了5、6个点让大家跳下去游泳，还有包括有 cave 啊，所以大家如果在撒丁尼亚的话，可以就是去找找看有没有这种 tour， 其实路上很多都有。我们露营的那个可爱小明，干嘛？他很聪明，他知道冰箱有东西。哎呀，这很聪明哎，这么聪明啊，这跟小富一样啊。哎呦，你看那个撒娇成这样啦。这是阿黄超怕人的，咪咪呢？咪咪呢？来啦，好啦。哎，现在我被这只臭猫欺负。你看在跑走，胆小猫。今天是在 Sardinia 的第4天，然后今天也是6月的第17天吧，还是16，我忘记了。我们现在在 Sardinia 一家 souvenir 店，然后买了超多东西的，大家看一下，里面回去再跟大家开箱。我觉得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家店，大家可以来这边逛逛，看一下后面这个。还有很多文创的一些小物，价格也不贵。我还买了一个水母的标本，是夜光的。今天因为可能没有要下水了，所以就大概附近逛一逛、走走看看咯。买冰淇淋，天气变好阴哦，可是还是好热哦。这条街真的超棒的，它就在那个港口的旁边，这一条路上面都是一些 souvenir shop， 而且很漂亮。如果有出太阳，应该更漂亮。这是出太阳的街上，就很漂亮了吧？我就会觉得很有那种度假的感觉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推荐大家，如果真的你很久没有旅行，想要旅行，真的很推荐你来海岛国家，就觉得很放松，远离城市喧嚣的感觉。
现在在一家海边的餐厅，点了一个披萨。昨天在岛上吃到一个超好吃的意大利面，不知道是用什么鱼松做的，超好吃。我们看到这边也有，他们好像是萨丁尼亚就是特有的一个意大利面，超级好吃。就我们今天本来要吃，结果他说现在午休4点多没有那个餐点，所以我们等下晚上要去找别家餐厅吃。那边的 vibe 超好的，水真的很清，从上面看就知道了。我男朋友要下水啦，我们现在要在这边，我等下就在这边遮阳这个地方等他。让他下水的时候，我再看看要不要下。天气超好的。现在刚下水完，正在路上随便乱逛，在港口附近。它连这个港口啊，它的水超清的，跟玻璃还没有两样。这个就是在港口旁边的小希腊风情的一个街，我们要去逛这个 souvenir shop， 看看有什么东西好买。我们现在在萨丁尼亚的一家传统超市里，然后大家看我发现什么？苍蝇拍，这根本就是在我外婆家会看到的，好久没看到这个苍蝇拍了。这卖多少钱？一个2块欧元而已。我最喜欢的乌鱼子意大利面，来这边才爱上。还有它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饭，因为我们没有饭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我想要夹这个面包吃，新式吃法。哇，大它还破掉。那已经回到露营车这里了。那今天买了几个战利品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基尼亚的一个小牌子，8.5欧吧，蛮便宜的。然后再来是我男朋友买了一个萨基尼亚的背心，韦氏牌小车车，是不是超可爱的？这个价钱是12.9块吧，而且它做的超仿真的。我觉得这个很复古，我很喜欢那种美式复古的小东西，就把它买回去了。是一个超大的洗漱包，13块，也是很便宜，台币400多块，就是一个一般的洗漱包。毛巾材质很适合我们这种爱去海边的人用。小帆船，这个7.9欧，有点买贵了。它岛上定价好像有看到6.9欧的，但是我也觉得很值得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羽鱼盘子，那为什么我要买这个盘子呢？因为我之前上一集有提到，我们去欧洲 road trip 的时候，去 CK 小镇，每个美式复古店买了一个小铁盘，结果那个整袋 souvenir 都被我男朋友忘在月台，我们回去的时候已经被人家拿走了。然后我就一直想要买小盘子放我的饰品之类的，11块而已哦。这个是我花了22欧，它里面是一个夜光水母，这个是真的哦。我店员他说真的，希望他不要骗我。他说晚上的时候它会发光，我在晚上就来实测一下到底会不会发光。那就明天见喽，拜拜。今天是我们在萨基尼亚的第4天，今天要出发前往去欧比亚机场附近的 Airbnb， 然后我们如果时间早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看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下水。来不及的话，就明天早上吧，因为我们明天下午3点的飞机。还好我们住在机场附近。他跟我们这个住了3天的露营车说拜拜了。这边的环境真的超好的，边吃饭边看海，而且很凉。现在已经到了 Airbnb 了，然后它就是一个很简单、很传统的一个意式小套房。里面我觉得没有那么漂亮，但是外面可以看出来有那种真的是意式风格的感觉。这个一晚好像我记得18、13欧吧，好喜欢，就是意大利他们的这个地板，它其实有点像我们台湾客家庄的那种瓷砖，我就是很喜欢那种风格。我现在在 Sardinia 的超市，结果发现这边的东西都超贵的。我只买了番茄、西瓜跟凤梨，回去自己削比较便宜。
小岛的物价真的都很高啊！我的天哪！今天是我们在萨丁尼亚的最后一天，6月18号。那我们等一下要搭3点的飞机回维也纳了。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我们那个飞机起飞时间是3点10分，现在的时间是1点40分左右，我们还在公车上。大家记得来欧洲海岛国家吧，他们的效率都没有这么快，公车常常误点59，那他们这个比较久，然后完全没有空隙，不知道你敢不敢搭飞机，我们还要托运行李，超紧张的。结果我们赶到了，而且我们还有很充裕的时间，现在准备要登机了。6月份的第25天，现在我们在家里的厨房，我们有朋友来这边做客，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一些台湾料理给他。鸡汤，超级台湾味的鸡汤。Chingiz is from Kazakhstan. So,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aiwanese food? Very good soup. The chicken that is very well cooked. I like the taste. I ate the liver of the chicken. It was also nice. So yeah, I love it. 耗时1个半小时，今天有一点点失败，看起来没有很美味。配上金门高粱，我们在桃园机场买的。奥地利打工度假 Episode 5到这里告一段落啦。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次意大利之旅呢？我个人是很喜欢啦，尤其是萨丁岛、果冻海。好啦，那我们下个月要前往的地方是希腊的米克洛斯以及扎金索斯岛。喜欢希腊的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、按赞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